6年时间，从1000块啊涨到了395万5千啊，翻了3955倍啊，这收益率简直爆炸！大家好啊，我是阿勾力，今天我们来拷打一个 EA 啊，一个卖149U 的 EA 啊，这是前段时间我们一个小伙伴购买过的啊，让我帮忙看一下啊。那么针对于这种作为一个商业 EA 啊，在 MT 官网售卖的程序来说啊，大概率它是没有源码的啊，所以针对于这种黑盒策略来说，我们也只能是尽可能的去根据它的做单信号啊，去猜测它的逻辑啊，包括根据这个商家提供的这些有限的描述啊，去分析它这个 EA 啊有没有价值啊，值不值得用作实盘使用。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拿这个 EA 来批判一番啊，回测一下，看看值不值啊。那么它这个程序啊，根据它的描述啊，它是运作在家园相关的一些交叉货币对上的，然后涵盖2个策略啊。策略1的话就是这个 EA 的一个默认的策略啊，策略2的话它是为一些特定的这个交易商来设计的啊。就是说，如果你要使用这个策略2的话，你就必须在这个作者他要求的一些平台有账号才可以运行。所以基本上来说，如果你不想使用他要求的这些平台的话，你就使用他的这个策略1啊，它的默认策略就可以了啊。然后这里的话，他还写了一些我们回测啊，它这个程序需要设定的一些条件啊。那么它这个策略啊，它是运作在这个棒加的5分钟图表上啊。然后它这里的这个交易对啊，应该是指的它这个策略啊，可能会用作分析这个交易条件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交叉货币对啊，它应该是不会直接交易这些的。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些测试啊，我发现它只会开澳加的订单，其余的都其实并没有做单的逻辑啊。但是它这里又说的是澳加和纽加作为其主要策略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回测的时候再看一下吧。然后这个资金方面的要求，它就是最小的话就是200U啊，然后它建议的话就是1000U啊。然后回测的时间呢，它是从2018年1月份开始的啊，应该就是至今的一个意思啊。那么我们针对于它这里的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不从2018年开始啊，我们从2012年开始。这样的话，如果它没有在这个时间上做手脚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啊，12年到18年的这一段数据啊，它是属于这个样本外的数据。我们就可以针对于这个程序做一个简单的这个 InSimple 和Auto Simple 的一个测试啊，就简单测试一下它的稳健性啊。然后这个数据的数据精细度的话，它是要求除了这个开盘价之外的都可以啊。然后下面的话，它还贴出了一些它这个策略的一些回测报告啊。不过这些东西啊，我们就是看看就好啊，因为我们最终的话还是要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回测报告为准啊。那么它这里的数据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它是使用策略1和策略2，然后使用这个4的风险，18年到24年，然后1000到395万5千啊。好，其余的就没什么了。好，那这个策略啊，我是已经下好了，我就直接选中这个程序，然后把它运作在这个棒加的5分钟图表上啊。然后入金的话，我这里虽然它建议是从1000U 开始啊，但是我这里为保险起见啊，我直接就是入金1万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里的参数啊，参数其实不多啊。就这些啊，大部分都还是一些描述类的信息啊。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啊，尤其针对于这种程序啊，这种商品作为一个商品的 EA 来说啊，我是希望它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参数暴露出来
也就是给我们用户的这个操作的自由度更高一些的话，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个参数多的话，针对于我的话，我的这个可控的条件也会多一些嘛不过它作为一个商品来说，它的参数更少啊。一方面是它这个解释权就更多这个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啊。另一方面就是针对于大部分的这个普通用户来说你的参数多了，他就嫌麻烦他就喜欢使用这种参数比较少的，你使用起来就会更加无脑一点显得整个过程就还感觉很容易但是现实的真实情况是，你如果想达到这个盈利的目的那肯定就没有那么容易的事那么它这里的参数其实主要就是2个策略。首先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作者他所建议的这个风险管理我们给它选择成为这个 true也就是启用这样的话它就不会使用这里的这个 fixed loss不会使用一个固定手术的方式会使用应该就是一个随着你账户净值这个仓位的加大随着你账户净值的增长，它仓位的话就会随之而加大然后它这里的这个 risk factor 的话它这里的定义就是-1到4-1的话就是最低风险但是这个最低风险我感觉收益率其实不是很好非常不好。然后它这里的4的话也就是数字越高的话，代表的它这个加仓的比例可能就会更高就会风险上就会更加的激进当然收益也会更多但是随之而来的这个爆仓的风险也加大了我这里提前已经测试过了，如果你是选择的4的话，也就是最高的这个风险值的话，那么针对于我这里的这个 IC 的数据的话，它就是直接爆仓了所以我们这里就选择3最起码让它能够完整的跑完所有的时间段而不至于爆仓然后其余的就没什么设置了，我们先测试它这个策略1然后待会儿的话再测试一下这个策略2然后其余的没什么设置，我们把这个点开点击开始。另外我还要吐槽的一下，就是它这个程序真的太慢了，有点慢到让人无法接受虽然你在这个实盘的时候，它会有更多的这个等待时间给你去运行但是我们用做这个回测的时候做历史回测的时候，它这个运行起来真的太慢了你看这个光它这个加载图表都要等很长时间。那么它这里虽然是图表打开了，但是它还是没有任何的运行的一个迹象它还需要把它所需要的其他一些图表加载进来我们再等一下。好，总算开始有订单产生了然后我们来详细看一下它这里是做了一笔空单可以看到它的止盈还是比较小的25点，然后相比较它的止损止盈是很小的它的止损是止盈的10倍那么针对于这种类型的策略来说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它的胜率一定是比较高的但是它一旦要亏损的话，它就要亏比大的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图表上看到它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指标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图形化的信息给我们。它不是说这个程序一定没有使用到指标它根据它这里的描述，它是有使用到的有使用到一些指标的但是它应该是在它的代码里面把这些所有的可能会涉及到的它的这个做单逻辑的一些所有的这个可用的一些信息都给隐藏掉了这个在代码里面还是比较好实现的那么这样就不利于我们去分析它的做单逻辑不过这个也可以理解毕竟它要作为一个商品的话，如果你展示的这个信息过多的话，那么就很容易被别人猜出来好，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程序多运行一些，然后
多运行一些才好继续来看它里面的这个情况。那么目前它这笔单子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直接打到的这个止损啊，它中途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加仓啊之类的这个管理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符合我们这种一单一节啊逐笔交易的一种交易策略啊。那么逐笔交易的这种交易策略，如果还能达到他所描述的这种效果的话，那么还是非常爆炸的啊，非常爆炸了。好，我们继续看啊。那么从它的这个交易量啊、交易手数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从它这个收益来看的话，也是一个以损定仓啊。最起码在18年之前啊，18年之前这些都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我们常规的，我所希望看到的一种现象啊，就是以损定仓，就是很标准的一种做单风格。好，我们再多看一些啊，最好能让它运行到18年啊，18年之后，然后我们对比一下这两种时期它的这个做单逻辑啊是否趋向于一致。好，那么为了加快这个运行的速度，我先把这个图形化给它隐藏如果把它最小化的话，它这里它就会跑得更快一些啊。我们把它跑到这个18年之后，我们再来看。好，总算是运行到18年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18年1月份，之前的这都是18年之前的数据啊。18年之前还是挺正常的啊，但是18年之后的话，18年之后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它这里基本上来说就两种情况啊，一种的话，要么就是直接止盈啊，一旦没有这个直接止盈的话，它可能它就会进行一些加仓啊，有点类似于网格的这种概念了啊，包括这里啊都是的啊。我们再运行一些的话，它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啊。包括我们看一下它这里的这个交易订单的话，其实它大部分啊，可以说啊，它全部的都只是在做澳加这一个品种啊，所以它在订单描述的，它在这个网页里面所描述的那些其余的这个磅价、纽加之类的，并没有看到啊，所以它可能就是只是做这，也有可能它是在策略2里面有啊，这个我们暂时不知道啊。那么从它这里的订单来看的话，它大概率啊也是做这种逆势啊，或者说这种均值回归的这一类的策略啊。包括我们再从它的这个交易量来看的话啊，也是可以看出来啊，它这个策略应该找一个加仓比较多的它这个策略大概率也是有一点这个网格啊加马丁的概念在里面的但是关于这一点啊，它在它自己的这个商品页面里面并没有声明出来啊，我觉得最好还是要声明出来啊，因为你使用了类似的这个概念的话，你就大大方方写出来啊，这样的话也对于这种策略啊有一些个人的理解的话，他就不会选择你这个策略了啊。不过退一万步来说也可以理解啊，因为就是市面上大部分的，就是8、9成，甚至说你说9成以上9.5成这种商品业，它都逃不过这个网格马丁啊，因为你做这种一单一节的，你太难了嘛它一单一节它是一个很长期才能看到效果的一种策略，它不像是这种
只要运行起来，你马上就能有这个浮盈啊。包括你看这里啊，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手数变化情况啊，这里是 0.17，这就变成一手了。它应该是前2单的话就是维持固定的手数，然后超过2单的话，它就开始进行仓位管理啊，有的是加1手啊，有的是加0.36。1.4、1.96啊，它这一单应该是被止损了吧？好，那么从它这个，因为它暴露的这个信息啊也不多啊，所以我们要猜测它的这个做单逻辑的话，大概率也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既然它都使用了这种模式的话，那看与不看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哈，就我个人理解来说啊。好，那么我们就把它的这个可视化模式给它关掉，我们把它整体的运行一遍，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绩效情况啊。如果你打开这个可视化模式的话，它就运行的真的太慢了啊。并且你别看它这个它交易的品种啊这么少啊，但是它里面这个运行速度啊真的太慢了啊，慢到我都无法接受了。不知道它是里面涉及到了很多这个计算啊，还是说它这个代码的优化有问题啊？总之就是非常的慢啊。然后我们还是从这个12年开始回测啊，虽然它这里写的是从18年开始啊，但是如果它这个策略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它在时间上没有做什么手脚的话啊，并且它这个策略的逻辑也是非常合理的啊，那么理论上来说，12年到18年的这6年的时间，它的表现和这个18年到至今24年9月份这一段的表现应该是趋向于一致的啊。好，其余的我们就不做更改啊，直接把它回测完看一下。好，总算是跑完了啊。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曲线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就从这个点开始啊，这个转折点开始啊，其实就是2018年的1月份啊。那么它前面的这一段行情啊，就是12年到18年的数据啊，也就是我们给它制造的一个样本外的数据啊。那么后面这一段。后面这一段是它在这个产品界面里面所描述的这一段行情啊，还是比较清晰的，能够看出来这两者之间的这个交易情况还是具备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异的啊。其实光这一点的话，我就得给它这个策略啊，就是大大减分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一段行情的话，我们是知道它是有采用这个网格和马丁之类的操作的啊，但是呢，它也没有说是很过分啊，它也有这个止损的一些操作啊，我个人猜测啊，就是以我个人经验啊，它这种应该是做了这种总账户的一个回撤的一个控制啊。那么基于这种的控制呢，我其实还是希望它能够把这个具体的数值啊，作为参数啊，给我们暴露出来，由我们自己来控制，我们究竟回测多少的时候才会进行止损的操作。因为你像我自己写这种策略的话，一般这种回测保护的话，这种的话我都是会作为一个外部参数来进行自我控制的。这样的话，即便是我亏钱啊，我亏多少，我亏得明明白白啊，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啊，因为不同人他们之间的这个风险意识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这里的具体的一个数值啊，我这里设定的这个 risk factor 我是给它设定的这个3啊，因为4的话就爆仓了嘛，所以
3的话，从它这个回测的结果来看的话采收率是 1.59 啊。那么它作为一个回撤了12年多的一个策略来说，这种表现真的不能说是优秀啊，不能说优秀啊。然后它的这个最大的回撤就比较大了啊，因为就这种持续性的这个逆势就凹单的这种策略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净值的最大回撤而不是看它结余啊。它这个净值的最大回撤是差不多要75%了，这就很危险了。爆仓的话可以说是指日可待啊。然后看它这里的盈利的话，也只是盈利了12万多啊。我这里入金是1万啊，我这里如果入金1000的话，它在这里就已经爆完了，也就是它在这个样本外都没有跑完的时候都已经爆完了啊。所以看它这里的这个盈利跟所冒的这个风险来说，真的是不太理想啊。我个人的想法是，如果你一定要使用这种类型的策略的话，也尽量使用一个赚得足够快的它这个里面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说，我每天如果是过的这种刀尖舔血这种刀尖上舞蹈的这种职业的话，那么最起码我赚的这个钱要很快，要很暴利这才值得我选择这样一种激进的生活方式否则的话，那可不就是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这个卖白粉的心那就太划不来了。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策略2策略2的话，它这是有止损止盈之类的一些操作然后纽加是否采用，我们给它采用吧。因为它这个策略2我也没有运行过所以绩效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根据它这里的，算了，我还是根据它这个默认参数来吧。然后这个还是要选择上，然后这个的话我们选择3然后其余的策略1启用，策略2启用。IC 我这就是 IC IC Markets。然后他所说的这些澳加、磅加、加澳、US 500，我都是已经加在这里面了这 US 500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最后这就是一个模式号吧，这个无所谓US 500，我这里没有前缀也没有后缀这个的话直接给它0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没有使用固定手数其余的就没什么好设置的了。好，那么我们点击开始吧。其余的都是保持现状点击开始我们看一下这个策略1和策略2加起来的话，整体的这个绩效是不是能够达到它所展示的这种效果当然我这里是没有选4因为我们光使用一个策略的话，这个4就已经爆仓了，爆完了，所以我们这里就在尽可能赚的亏的少的情况下，尽可能赚的多的话，那就是选择它这里的3好，那么我们就让它跑一下，跑完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结果。好，总算是回测完了不过从曲线来看，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并且它这个回测真的太慢了，一回测就回测了半个小时所以我个人对于这种策略的这个策略的看法就是，如果你要实盘的话，还是要谨慎考虑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不知道观众们对于
它这个 EA 啊，对于这款 EA 的一个评价啊是什么？好，最后再建议一下啊，就是不管什么策略啊，你从哪里下载下来的也好，或者说是买过来的也好啊，我都希望你能够在模拟账户上啊，尽量模拟一段时间之后啊，再决定是不是要上实盘啊。相信我，这个举动一定会帮你节省不少的这个金钱啊。那么这个策略呢，我也把它放在一个模拟账号吧，模拟账号上运行一段时间看看啊。好，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啊，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啊，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